completely overlook, ignore. He completely ignored my existence. However long the night, the dawn will break. 我觉得吧，爱情这东西还是很私密的，又不是明星，干嘛非给所有人看啊？秀恩爱死得快啊，对吧？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。是吗？我跟你说老盛这么多事儿，其实我就是想说，从哥们儿的角度来看，你们俩其实挺配的，你别介意啊。和你聊天很开心。啊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，你们女生都喜欢老盛什么特点？我想学一学，参考一下。好。不，他这个是当着他的面约我出来，却又一个劲地说我跟他很配。现在他又发信息来祝福，绕得我头都晕了。我不了解你们男孩子的心思，但是不要拿我寻开心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洛芷，不是这意思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呀。吓死我了！完了，打工又迟到了。大哥，你小点声啊！我正跟人连线交换作业情报呢。哎，百丽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百丽怎么了？考试考砸了，还是作业交不出啊？别哭了，这些问题待会儿都可以问洛芷啊。洛芷，我先。洛芷，你怎么也不开心了？是谁惹你了吗？我没事。待会儿我下夜班回来带宵夜给你吃。好，你也有份，走啦。我都在这哭半个小时了，李明现在才发现，还有臭小小，他也窝在自己的壳里面不出来，大家都好冷血啊！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我刚刚戴着耳机，根本不知道百丽你回来了呀。别说我冷血不理你啊，百丽，百丽，给你个糖吃。给。你别哭了啊，我去用功了啊。一顿夜宵加一个棒棒糖，这样安慰我还差不多。怎么了？我前几天不是才刚给你烧过小零食吗？你今天又这样。跟你说，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死心了。隔壁这个烂人，居然瞒着我跟上回一块拍泳照的几个大一师妹一块去喝咖啡，全程在那里眉来眼去的，我气死了。所以我就冲进去把水泼在他的脸上，然后他就跟我翻脸了。这种渣男，你还是早一点分手。你说的对，你给我当见证人啊！这一次绝对不回头了。你要是真的有这种觉悟啊，倒是挺好的。
你是不是跟洛枳不太顺利啊？你第一次出去你再接再厉，顺利，特别顺利，而且都在聊你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呀？不是你主动约他出去的吗？怎么又扯到我了呀？那你要不先跟我解释一下，你给我发的信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以前喜欢许日清，许日清喜欢你，所以你要补我一个女朋友，把洛枳推给我，是这意思吗？不，我就刚想到，所以发了个信息。你这么大反应干嘛？刚想到，我们宿舍几个谁追女朋友你这么热心过呀？你就是对洛枳有意思，吃冰淇淋你也想一块儿，然后装作大度走开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我对他就是那种好奇，因为高中我们同学，然后不认识，现在我想兴许认识了，大家还能做个朋友什么的。你要说我喜欢他，这个我不承认啊，这不是事实。盛淮南，你这种不明不白的态度，你还想祸害多少人啊？你真当我缺心眼儿啊？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让任何人受伤。从小我在机关大院长大，每天来拍马屁送礼的人多了去了，他们什么嘴脸我最清楚。那些冲着我来的人，有的是冲着我的家庭背景，有的是冲着我的履历，有几个人是真冲着我这个人来的呀？说白了，场面话我听多了，真心话我听不到半句。可能我说了你要怼我，但其实我对女孩的好感很敏锐，我只不过不想被盲目崇拜而已。他们把我就看作像一个名牌包一样，仔细检查我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节，就差贴一个价格标签就可以买回去了。你说我舒服吗？我知道，我懂你这意思，但是我需要你向我坦白，你对洛枳是不是动心了？你真的接错套路了，我对他没意思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没有心思谈恋爱，可能以后都不找女朋友。这事儿谁说的准啊？还不找女朋友？说句矫情的话，我也想看到你得到幸福，我也不想再因为女生的事情吵架了。你答应我，如果你转念了，如果你对他动心了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准瞒着我，好吧？行，我保证，以后呢，我会对自己的感情更诚实，而且不会瞒着你，行了吗？可惜，你给我发短信的时候，洛枳也在旁边，他看到了，并且表现得非常的不愉快，所以麻烦您见到他之后，当面跟他解释清楚，别让人家心里难受，好吗？你说，要是单纯的暗恋倒还好，可以自己幻想很多情节，就算是圈地自萌，倒也开心啊。不像是现在这样，只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心情就七上八下。啊，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精神分裂了。恭喜你呀，美少女！恭喜你进入恋爱第2关。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，通常呢，在这一关会卡关很久。没关系，多久都没关系，反正我有背不完的单词。今天一样，144个。哎呦我去，洛枳，看来你的正传一点也不比我轻啊！原来学霸要痴情起来，还是蛮吓人的。Deliberate, D-E-L-I-B-R-A-T-E, deliberate, enjoy。眼里的一句喜欢，然后换我把心。
你到底还要跟我多久？百丽喜欢吃这种夹巧克力酱的酸饼干，她人在宿舍吧？你这么肯定？哦，每次我打开这个吃的时候，她都会凑过来说好吃。不是百丽喜欢吃，是她每次都想迎合你，你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她喜欢吃。美女，你还没回来，我百丽到底在不在宿舍呢？在睡觉。怪不得我给她打电话，她都不接。哎，那你帮我把花捎给她呗。哎，你，美女，哎，美女，你就行行好，帮我跟百丽说一声，别再生我的气了。先放手。百丽说她不收，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像傻子一样要买花送给她，她要再不领情，我可不干了。你知道吗？每次当你招惹那些女孩之后，百丽回寝室都哭得死去活来。可你现在却在这里告诉我，你送个花给她就已经是你自尊的底线了。我巴不得你别再折磨她。你这是干嘛呢？花是我买给百丽的，你凭什么替她扔了？要扔也还自己动手好吗？百丽对花粉过敏，你身为她男朋友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也是，毕竟连送花也是第一次嘛。对交往1年多女友的喜好一无所知，你这个男朋友当的也够称职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对恋爱很在行。谁呀？隔壁。你们认识啊？真巧，刚好过来买个东西，遇到百丽的室友，随便聊了几句。那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谈事儿了？没有。那，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？这个给你。谢谢。我先去图书馆。你刚才应该不是无意吧？坦白说，你应该不只是单纯路过替我赶走苍蝇，报答我上次替你解围。怎么看出来？你手上拿着篮球，却没有出汗。要是真的打球的话，应该早就打完了。没带书包，看着不像是要来借书，却还是跟着我来到了图书馆。果然是推理的脑子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你这个人看着很冷静，话不多，不过不会隐藏自己的想法，也能看到别人的想法。
这点我很佩服。德国哲学家康德在《实践理性批判》中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有2种东西能够震撼人的心灵，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，还有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。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所以我不想违背自己，附和别人。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，那么这个世界会简单很多。你是想说，我这根软硬都不吃，很死板是吧？你懂推理，应该喜欢看推理小说吧？这本我看过了，我在找我最欣赏的新锐作家，这本炎夏帕斯可。居然用帕斯可当书名。帕斯可是一种甲虫，特别梦幻稀有。昆虫学家呢，把它称作为谜一样不存在的甲虫。莫丹喜欢用生物当书名，他的新书快要出版了，不过不是他擅长的推理小说，而是讲述信天翁的爱情故事。有时间你可以看一看。从帕斯可写到信天翁，学生物的人都知道，信天翁是鸟类里面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鸟，即使相隔数千里，它们也会飞越过去，找到心中认定的另一半。不愧是描写爱情的好题材。我非常期待这本书。波德莱尔曾经把诗人比喻为信天翁，诗人恰似天云间的王君，他出入风波间又笑傲公如首，一旦坠入尘世，笑骂尽由人。他巨大的翼翅妨碍他行走。信天翁原本是飞翔在海边上的海鸟，但诗里却没有写它展翅高飞时的骄傲样子，反而写了它被捕捉在甲板上的狼狈样，很讽刺吧？纵有青天志，知音难觅得，找不到能够比翼而飞的人，却还要孤独地在揶揄嘲讽的人群中行走，挺让人心疼的。你好像把信天翁想得太过诗意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个空中巨物还有一个名字叫大笨鸟？大笨鸟。跟你聊天很愉快，而且还能学到许多涉猎不到的文学常识。你这是赞美还是揶揄？想想挺有意思的。我们高中同校，却没有一起出去过。明瑞就跟你修了2堂课，你们就成为了朋友，还一起去吃了冰淇淋，挺有意思的。还是看缘分吧，毕竟高中那会儿我们也不认识。你好像很在意高中的时候我不认识你。我怎么会在意呢？那我们现在一起借了书，又有相同的喜欢的小说家，算是朋友了吗？我觉得是不是朋友还是要看相处。百丽还在宿舍等我，我先走了。罗芷，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你的心跳声。淮南百科告诉你，信天翁呢也被称为海上的滑翔机，但是由于它腿太短了，又有一双长长的翅膀，所以导致呢它在陆地上行动时非常不便，所以才有了大笨鸟的称号。
就算它被称为大笨鸟，可我还是喜欢它，因为缺点让它更真实，也把它的孤独衬托得更加可爱。那你应该也会喜欢帕斯可甲虫才对。我发你图片了，你看一下。要不是你跟我说过它是梦幻甲虫，我可能以为它跟普通甲虫没有什么区别。你可千万别小看它，它除了非常稀有之外呢，对爱情的专一程度也绝对不输给信天翁，也非常适合拿来写爱情小说。还有比信天翁更专情的生物啊！帕斯可甲虫呢，它要经过300万年才能完成独立一只的演化。一旦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或者有人为的干扰，它甚至可以选择策略性的退化，不交配不产卵的死去，可以说是非常有爱情洁癖的昆虫了。没想到，鸟类还有昆虫对于爱情的态度，竟然比人类还要坚定。不过我想，动物界应该还是会有渣男的吧？有啊，比如说鸳鸯吧。只有在交配期间呢，公鸳才会守着母秧，一旦产卵以后呢，雄鸟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雄性鸳鸯对爱情的态度，和信天翁一辈子只守护一个伴侣的爱情态度，简直如云泥之别。都怪唐朝诗人卢照邻写的那首《长安古意》：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放过古人吧，现在呢，科学研究技术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进步的。而且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，公鸳呢，他是鸟类中有名的花花公子，还是家暴男。所以下次有朋友结婚的时候，千万别再祝他鸳鸯成双了。谢谢你的补充。那现在我也要追加一条有人错误观察生活的例子。苏武写给李陵的：昔为鸳宜央，今为参议商。用鸳鸯比作兄弟间的情谊，所以我祝福你和张明瑞鸳鸯成双。都怪你了，下次我看到张明瑞，我就会想到鸳鸯成双这让我炸毛的声音。我回来啦！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给我买橘子汽水了吗？没有，你又没有让我。你大白天敷脸干什么呀？怪吓人。我跟你说，女人呢要时刻保持自己在最佳状态，万一一会儿就派上用场了呢？好了，时间到，又是倾国倾城的江百丽。你倒真是一点都不浪费啊！那当然不能浪费了，这个面膜呢就得把它敷干了才算划算。隔壁送我的是什么花？百合跟玫瑰。玫瑰啊？那什么颜色的玫瑰啊？红的、黄的还是白的？不重要吧，我都丢了。当然重要了。嘿，如果是红色的玫瑰呢，就代表火热的爱恋；如果是黄色的玫瑰呢，就代表纯洁的友谊。啊，这个送朋友是蛮好的，但是如果是送恋人的话呢，就代表消逝的爱。如果是白色的玫瑰呢，白色的玫瑰就代表纯洁的爱。这隔壁要是不懂花语的话，不能乱买，会触了眉头的。粉红色。粉红色？
那就代表他对我爱的宣誓，还有代表他喜欢我灿烂的笑容。那隔壁把花给了你之后，他说啥了？你问了半天，其实就是想知道隔壁都问了些什么吧？没有，我主要是担心呢，万一隔壁要是约了我去吃饭，然后你忘了告诉我，有吗？有吧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准备要跟那个连你对花粉过敏都不知道的渣男一起吃饭，你才敷脸的？啊？哎呀，不是，主要是吧，隔壁花心，我心里是不痛快。但是他竟然会买花送我，哎，这可是第一次。我其实还是蛮开心的，但是我又不能这么快就原谅他，所以我才第一时间傲娇叫你把花丢了。花真丢了？当然丢了，难不成我还带回来让你过敏打喷嚏？丢得好，丢得妙。其实本来我呢也是想多冷落隔壁几天，我要让隔壁知道我江百丽也是有脾气的。好。这还是这辈子第一次有人送我花呢。你说我到底在傲娇个什么呀？这样一来，隔壁肯定不会再送。啊，百丽，百丽，哎呀，百丽，百丽，百丽，楼下有你的快递。快递？是一束花，估计是某个暗恋你的帅哥送的吧。哎，反正隔壁寝已经有好几个人想要瓜分了，你要是再不下去拿的话，恐怕那花就尸骨无存了啊。是隔壁。隔壁，来。谢谢。值，我找不到口罩，那个你要不陪我下去，你帮我拿一下花。好吧。哎呀，我知道你肯定是舍不得我过敏，对不对？但是既然隔壁又再买了一次，那花还挺贵的，你别浪费钱啊。我们就把花摆在宿舍里，我们让大家来观看。我绝对不靠近，我就看，行吗？走。哎，大哥，我就是张海丽，那个花给我了吧？你拍摄一下吧。哎，好。那个开手去帮我拿花。好，谢谢。喏。这花是多肉哎！你说他怎么想告诉我多肉的是多肉，我就不会过敏了呀？是啊，而且他还特别处理过，你绝对不会打喷嚏的。真是太高兴了！我怎么都不能想到隔壁一天之内会送我2次花哎！乐事里面染我要去跑车。你慢一点，你别摔着。
你跟我一块过去吧。你们不是吵架了吗？可是他都已经送我花了，就算是已经道歉了。而且隔壁最近感冒才刚好，求你了，你就陪我过去吧，不然会很尴尬的。啊，好吧。你怎么吃这么少啊？这么说也减肥，那时候可不好看。隔壁说的对，你再吃个我这个吧，你这有肉。你今天没点鸭脖子？你看那排队的人很少。是哦，那我去买鸭脖啦。哦，你要喝可乐吗？听说你前阵日子也感冒了。现在好点了。其实你真的挺差劲。咱俩没仇吧？这才第4次见面，干嘛老拿话呲我啊？你们是没仇，但是也没交情。你应该把时间省出来，多关心关心你女朋友。我没听百丽说你是她闺蜜，倒是挺护着她的。百丽把时间跟感情放在你身上，真的是太不值了。你说什么？洛枳，洛枳，我的好洛枳。隔壁人你生气了？没事。你别生气了嘛。我帮戈壁跟你道歉。你帮他的已经够多的了，他生病了你给他买药，他好了就到处对别的女孩放电。哎呀，这也是我自己贱了，被他吃得死死的。以前我跟戈壁吵架哭哭啼啼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为我着想，也从来没有人提醒我应该收敛。大家都是说，人戈壁愿意收留你江百丽当女朋友，你睡着了都该笑醒了。只有你不一样，洛枳，你是真心为我着想，也是真心拿我当闺蜜。所以我不想看见我唯一的闺蜜跟男朋友不和睦。行了行了，快回去陪你的公子吃饭吧，傻的。哎，那你不生气啦？啊，洛枳不生气啦。你看，那个就是那个计算机系的那个奇葩，大冬天穿短袖短裤做热身操那个怪人郑文瑞。他好像是跟我一届政华毕业的，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。说他的脾气特别火爆，跟谁都处不来，各种怪。他好像在看你，他好像盯着你过来了。他是来找你的吧？他在看你吧？等等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是来找你吃饭的。洛枳，政华文科学吧，兴趣不多，朋友不多，课外活动没有，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，完全天然无公害。你对我的评价还挺切中要害的。但这一切都是假象。今天你那个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？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行了，洛枳，你我都是聪明人，装傻没有意思。前2天，你跟盛淮南去喝咖啡了吧？许日新告白，你是不是就帮他解围了？我告诉你，洛枳，有关盛淮南的所有，他的一切，他的所有，我郑文瑞都非常的了解，包括你洛枳暗恋他这件事，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当你暗恋的人也是其他人的暗恋对象时，很微妙的，你就自动拥有了许多情敌。
我习惯追逐眼前的光，努力学习，希望能跟盛淮南并肩同行，却忽略了还有跟我有着同样心思的人。盛淮南，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，我喜欢你。谢谢你啊，但我对你没有那方面想法。那你为什么在学生交流会的时候把我解围呢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，所有关于你的一切，好的不好的，我都喜欢，我都爱。郑文瑞，我在最后告诉你一次，我真的没有要跟你交往的打算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我配不上盛淮南，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是不被爱的人。不过你比我彪悍，比我勇敢。洛枳，你跟叶展言是同班同学吗？是。关系好吗？不熟。最近有联系吗？没有。骗你！坐！你要去哪儿？盛淮南他那么优秀，他那么好，你不喜欢他？他好，我就应该喜欢。你没有必要骗我！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今天就应该留在30行，看你和隔壁的复合大戏，也好过在这里受人拷问。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哎，我忘带钥匙了。我快不行了。洛枳、百丽，你们回来了。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你别管事。来，快搭把手。帮忙。来，要上楼梯了，小心。来，抬脚。郑瑞，醒醒啊！醒醒！郑瑞，你可以自己上楼吗？我不会让叶展言得逞的。他们谁都不会得逞。我知道他宁愿单身，一辈子都不会喜欢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喜欢他。你们谁都不了解他，只有我了解。好，你了解。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要先上去好好睡一觉。我们给他抬回去，你们俩再下来。1、2、3，走！哎呀，我中了啊！郑文瑞是宿舍住几楼啊？他跟学庆的宿舍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3楼！你看这个楼梯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不行了。那时候的我们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彼此的朋友界限。我怀着忐忑不安却又狂喜躁动的心情，一点点地慢慢靠近他，却浑然不知，在我们看不见的背后，有人正酝酿着破坏我苦心经营的一切。